猜猜我在哪里？你好，你好，初次见面，没有，不是初次见面，不是初次啊，在 YouTube 上啊。很早起来，所以我才说早起啊，你们6点。越早车越贵，越早车越贵。对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QCCS， 我是 Hiwei。现在是早上6点钟啦，朋友带我来这个台北最出名的一个地方了，就叫北宜。我们来在这边要准备开跑山路。现在他带我来这边出名的全家这边的，他们就讲说这边是一个晨跑必须聚集的一个 point 啦哈。现在我觉得应该要找一些人来问一下，看这边是哪里啦？哎，阿伯，这边是哪里呀？这边我不知道，这个山我也不知道哎，这到底在哪里？哦，这样不用问他。对。开玩笑，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统哥。你好，大家好。我每次在 YouTube 上看到他，现在终于看到他的真人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也有看到你的影音啊，你的 YouTube 也很好。这个我就很好奇了，请问一下，你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是什么时候？看什么影片？就是你介绍你上次来台湾的时候，然后介绍这个台湾的开车的文化。对啊，就是就注意到了。对，而且你有分享过我的影片。没错。对，所以让我觉得，怎么突然间这样专业的人会 share 我的 video 呢？因为从别的国家的人来看我们台湾的文化，是什么感觉？你大概是第一个，至少我们听得懂，对不对？如果日本人来讲，我也听不懂日文啊。So， 介绍一下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其实是以前一个交通要地，在台湾没有设定那个雪山隧道开之前，这实际上是公路。台湾的西边到东边的时候，一定要经过这条。那所以这实际上是很忙的，以前是非常忙的一条路。现在因为有雪隧了，可以直接从山底下钻过去，所以这条路现在就没人跑了。所以30年前，我们都是必须要开这条路才能够到花莲、到东部去玩。所以现在就变成了空了。这条路的空了，就没有平常就没有人开了，变成一条很好的练习的山路，因为车比较少，也比较少住家。我们现在这边是最热闹的地方哦，这是坪林的市区哦。其实我们来之前也是看到很多逃跑啊那些，所以这边就无形中变成了一个他们集结的地方，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便利商店，先休息，先集合。很多车在这边，跑这个山路而且不分贫贱。刚刚你看到 Focus 到保时捷到法拉利都会经过这边，因为这边真的是一个刚刚好的地方。其实这边还有另外就是重机，我们的重机是不可以骑高速公路。对，这个我大概讲一下哈，只要你看到那个路牌有一个像花这样的啊，就表示啊，摩托这是不能够在那个路上开的哦。没错，我们的重机呢，虽然付的钱很多，就是领牌的钱呐、税金呐都很贵，可是高速公路不让他们开，这个是让我有一点奇怪的哈，好奇。对，而且我们还是摩托车大国，我们台湾是生产摩托车大概最多的一个国家，都是外销很多啦。所以重机他们也是会来这边，对，也会来这边，可是有分时段。对，这个就要问一下，为什么会有分时段呢？因为重机他们不能走高速公路，所以他们一定要从街上这样一直起来，所以他们会比较晚到。他可能要在市区一直开，像我们就刚高速公路就来。对，那他们得要走山路，从其他山路来，所以他同时出发，他也会比我们晚到。所以这个时候车子就可以先走。其实为什么要这么早？男人为什么要这么早？为什么？对啊，成佛吧。
对，我们总会在 YouTube 上讲这种事。我知道这个地方很多人很喜欢所谓的晨跑啦，对对对，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可以啊为什么是晨跑，又不是中午跑，又不是晚上跑？对，其实有2个原因，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晚上跑，因为睡不着觉，所以要跑，然后要消耗精神，要去玩，跟大家去吃宵夜，这样，这是夜跑。Okay. 可是呢，年纪大了之后呢，像阿伯眼睛看不到了，就只好早上跑，而且我们越年纪越大，越早起越睡不着，早上睡不着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早上看到的这些都是年纪比较大的。所以晚上呢就是年轻人。对。甚至于年轻人就从晚上跑到早上，像你刚刚看那些 Focus， 可能昨天晚上就一直开到现在的。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早上的时候，老婆啊、女儿啊、女朋友啊都还在睡觉，所以可以出来偷偷的跑。晨跑之后呢，带着早餐回家，给老婆、给女朋友、给女儿吃。原来是这样哦！对，一举多得，我们又可以出来舒展一下身心。然后人家说你去干嘛？我去晨跑啊，也很健康啊。然后回来又拎着早餐回家，对不对？那多长这一段路？其实总共有3段，总共60公里。这样一次跑完要多久呢？记录是用一台 Fit 40分钟。这样还 OK 嘞，60。这样很快哦。可是这个其实也有 APP， 所以很多人也会来跑记录。我知道那个 APP 呀，我不懂是什么啦。他们讲是可以算时间，从这边到那个点，像Strava这样子的感觉啦。这一条路啦，统哥您是比较喜欢开什么车？其实我喜欢开老车，比如我的 SER Sentra， 我的331或者130啊。我都还没有问他有什么车嘞，你有什么车啊？几辆车啊？很多车，可是都停牌。今天是开我的工作车。多少台车？或者没有地方停，所以我要停到台南啊、高雄都有我的车。所以它可以讲算是一个小开，不是小开，我的车。所有车加起来还没有我这部车贵啊！这一部？对，这一部。今天这跑山路太无聊了，这应该是多了啦，真的。您没有开这辆？我们一定要手牌啊，我们一定要开手牌啊，对吗？对，是不是啊？这边保时捷很多手牌耶，不是 DSG 耶，不是 B。对啊，很多人是来开手牌的。对嘛 ，Mano 才是真男人嘛，那种还要跟指啊，学会了没？我的踏板太低了啦。So， 等下我们就来跟统哥来跑一跑山路，我来 feel 一下他的技术会不会好。不好，当然不好了。你不要讲咯，我看你每次在YouTube 上面这样。都是演的啊。今天呢，统哥就教大家怎么跟指哦。跟指有没有？就3档、2档，油门比较深，或者说它的。好，现在统哥开着 CVSI 准备出发了。哇，我终于坐到统哥开的车了哈！来到台湾，应该算是真正来体验山路。对啊，上次好像也有体验过一次。对呀，其实我去年来我也是有体验过，只是那些都是在晚上，拍的不是很清啦。然后有一个那个也不算真正山路了，感觉一下子罢了。其实台湾啊这么多山路啊，你对于这一条我们在跑着的有什么要分享的？这个路就是它有一个名字叫9弯18拐，你就知道它是非常难开的，而且以前其实车子没有这么好，所以其实开是很危险的，这是很 challenge 的一个山路，很多弯，等我就知道。它是属于低速还是高速？低速，中低速，对。中低速。
个山路，我看到这样子弯来弯去啊，有人在这边玩漂移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很容易就开到对向，飘到对向，那后面对面有车的话就很危险，除非你很厉害，大部分人漂移都没有很厉害，很容易买单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早点出发？就是你看会有别的车，今天已经算晚了，已经算晚了。对，所以早来，没有什么车就比较好开哦。对。挂在3档啊，3档或2档都可以，因为这部车还蛮没力的。可以听到 VTEC 开的声音吗？可以啊。对，其实手排不要换快排，因为它很卡。Short shifter 啊，对。警察局哦，你看他有放三脚架，童哥是老司机呀、啊。老司机哇，这边的路很好哎。刚铺过，这边刚铺过。之前下雨的时候，很多车。因为这车不熟，那他有跟我讲轮胎是后面是不好的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开的比较快，这样还是比较保险的开法。原来这个 feel 就是统哥保险的开法、啊。不过这样也比较刺激一点，对不对？会甩嘛。对啊，因为轮子抓地力不好，所以。不过刹车不错。哇，很难想象以前这边是主要的道路哎。对呀，唯一的道路，对呀。所以以前的人都是要跑这条山路来通交通，不管骑摩托车，不管是下雨，都是要。这么小条的路是主要道路哦。像以前能开车，每个都是神吧？
中间有宽的。这不是重机啊，那台什么？有没有这个大卡车？哦，他们这边会看到大卡车，是因为要送货，要把宜兰的农产品、东岸的农产品，因为他们有很多很棒的米啊、青菜啊，还有因为东部是没有污染的，所以农产品都比较好，所以他们都每天都会送过来。他有讲哈，这边开那种大萝莉呀、小萝莉呀，他们的技术可能还分分钟比他们好啦。没错没错，他们比我们厉害。跑这条山路更有经验。没错，他们天天跑，我们只有周末跑。哇，前面的机车，哦哟。对啊对啊。哦，这边他们很多车都会礼让哦，这是很好的一个概念。开心吗？开心开心。驾的人我相信是没有什么，坐在旁边的人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的。它尾巴要转，比较好过弯。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我没有担心。我有认识一些在我本地的漂移的那些车手，哇，他们更夸张。他们如果来到这边是疯了，我跟你讲。但是有些的确是看不到对头的车哈，所以就算飘也是真的是要老司机，因为不是所有的弯都能够飘。对，而且你路又不熟，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飘，对不对？步道啊，我们到山顶了。哎，这是一段。对，这边一段。
如果真的是不坐过山车的人啊，肯定你们会不舒服，因为我的感觉有一点点不舒服了，其实。这个压力太大了。对，有那个 G-force 的感觉啊。OK， 脸有点绿啊，不要太辛苦啊。这实际上是第二段，我们没有跑第一段，第一段是从新店过来，可是这是山顶，对，山顶俗称的茶叶蛋，这边有卖茶叶蛋的在那边，所有人先来这边集结。你看，所有我们刚刚在下面对开的人，到现在都到这边来，先停一下，大家聊一聊天，切磋一下，轮胎不行啦，避震不行啦，刹车不行啦，或者是人不行啦，聊天的好地方，这样。这边也是可以看到介绍这个路的历史的一个碑了哈。所以我们刚才是没有跑第一段啦，直接跑第二段。现在第三段是下坡吗？对对，全部下坡，全部下坡。然后旁边是海，太平洋，非常快，非常快啊！对，刚刚我们是一直山路一直转嘛。对呀对呀。现在是直线转，直线转，直线转，这是快的弯。要撑住啊！要撑住啊！我尽量不吐。刚才好彩没有吃早餐。这边平常星期一到星期五啊，也是会有车来跑吗？非常少，就是可能单一台单步子，就是我们说补课这样子，就是周末没跑，平常又手痒脚痒，就会有一些人会自己来跑。所以你看到星期一到星期五来跑的，可能他们就是要练习这样子的意思啦。对，补课啊，我们讲补课。那些如果出糗就没有人知道这样子啦。是啊，现在都有人打卡，所以也是很难。多出糗都会被拍照拍起来，有特别的版面，就是专门秀这些。然后刚才我有听你讲什么每天跑山的那个是什么？我们说是公务员，就好像他是来上班的，每天都要跑这样。意思说他在宜兰也有房子，所以他每个周末一定会来。公务员就是最熟悉这段路。对对对，最熟悉，然后他最早跑，所以他会跟我们讲说天气好不好。山上的天气跟山下不一样，有很多雾，所以他会先说，哎，今天要小心，因为很多热熔胎。真正的是公务员啦，不是，就是公务员，就是他真的天天跑。我们有班长，有校长，发起人我们叫他是校长，班长最常来。班长其实是我哥。怎么去定义他是一个班长，一个什么呢？就是常来，资深啊，比较资深的，比较常跑，就叫他班长。对对对，班长或校长这样。校长有时候是看年纪，像我哥，因为已经有班长了，那我哥就变成校长。班长就是你是这边的。老司机，对对对，其实老司机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的，我知道，你知道没？哦 ，OK， 现在我们换车来开了，这个是 Honda Civic， SI 改泰霸 ，SI 改Type R， 然后就是 FD 那一种 Civic 啊哈，FD2，现在就要准备下坡了。可以看到周边都是各种好友，福斯的啊 ，Honda 的啊，Peugeot 啊，速八路啊，各个都在这边挤。不同 class 的，不同朋友啦，交朋友。这就是茶叶蛋。路比较不好，可是是因为之前下雨，所以很多坑洞。我们那边的路基本上都是差不多这样的，真的。哇塞！这个是法夹湾嘛？
有那个 camber。风景好美哦！哇，这边的山路漂亮。这样这个山很高哎。一个发夹弯，哇，根子，要顶住那个 G-force 啊！结束了，现在已经平地了，我们就慢慢开它 ，cool down 一下。想象从第一段跑到第3段，如果连续跑，就很刺激了，对不对？第一段不能跑了，第一段现在就车很多了，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来这边玩。这边是出名什么呢？出名好山好水。好山好水，风景好。我刚才在山上都没有办法看风景啊，没有办法。其实刚才忘记介绍哈，刚才我们第一辆坐的是这辆，基本上算是原装的 SI Coupe。刚才第2辆就是坐这一辆，感谢统哥载我体验
北宜山路。平常小朋友不要乱学哦，我们这是这个封路不好的示范，可是实际上是怀旧嘛，一个风气，一个文化，这样也是希望大家爱车人不要去 abuse 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还是要小心旁边的人。对呀、就要去拿捏那个轻重。对，我体验了这个路嘞，我感觉其实他们这边的山路那个 quality 是蛮不错的啦，都有去照顾啦，所以感觉开起来，就算你车 lower 到很矮啦，我觉得也是可以跑。对，只是大家如果你没有坐过那种过山车的、你们还是不要吃早餐。来跑 ，OK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点个赞，还有分享，不要忘记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也 subscribe 他的 PIT 63。So， 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